肖英磊知道自家老板电话里的这位紫薇阿姨全名张紫薇，曾经执掌宁海地下世界第一帮派青龙帮。据说他曾经是苏无忌老爸的红颜知己之一。后来青龙帮洗白成为青龙集团，似乎转型远离了地下世界，而掌舵者张紫薇也渐渐不在世人眼中出现。在如今的宁海，虽然还有李尊阳这样的人在灰色地带活动，但和全国的其他城市相比，宁海的灰色秩序已经翻不出什么太大的浪花来了。现在的人们更是不记得20-30年前还有一个在宁海呼风唤雨的青龙帮。其实这个时候苏无忌也可以联系宁海国安帮忙，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国安的效率并不一定比得上曾经的地头蛇。车子一路开往南郊，肖英磊坐在驾驶座，扭头看看副驾上的老板，忍不住问道：老板在灵州这么久，都没有借助过长辈们的力量，这次到了宁海，终于准备借一借青龙帮的事了。苏无忌答非所问，吐槽道：青龙帮这名字真是土的掉渣，听起来简直和民国宁海滩的斧头帮没有区别。肖英磊的紧绷心情已经因此而放松了不少。老板，你知道我要问的不是这个。苏无忌轻轻揉了揉眉心，叹道：紫薇阿姨对我还不错，一直挺疼我的，她到现在还是相当漂亮，感觉跟年轻时没什么太大变化。肖英磊说道：我见过紫薇阿姨，很难想象她这么轻婉的人儿，当年居然能以一己之力掌控着青龙集团。她和苏叔叔……这女人非要把话题往八卦上面引。苏无忌发自内心地说道：这样一朵鲜花铁了心要插在我爸这牛粪上，还一插就这么多年，实在是太可惜了啊。肖英磊知道老板父子俩人前人后都在斗嘴，轻笑道：肯定是苏叔叔个人魅力强，不过这次有紫薇阿姨相助，想必很快就有许家烟的消息了。苏无忌瞥了他一眼：肖英磊，你七拐八绕的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用这些八卦来帮我放松心情是不是？肖英磊轻轻一笑，不搭话。他的关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苏无忌在很多时候都很难觉察到。这个许家烟真是什么事儿都自己憋着，要是早点告诉我，哪里还用得着这么麻烦。苏无忌提起这事儿就不爽。肖英磊轻轻拍了拍自家老板的胳膊：老板，我知道许家烟的想法，他不了解你的真正实力，怕把黑暗世界的危险带给你。苏无忌呵呵一笑：这么说来，他还这么在意我的感受。肖英磊：老板，我比你懂女人。老板连千羽老板娘的身材都能看走眼，还自诩懂女人，你连现在坐在你旁边的女人都看不透。哼。终于，当苏无忌和肖英磊赶到宁海南郊的时候，张紫薇那边也打来了电话：无忌，我的人探明了，小山良介下了飞机之后就直接去了位于宁海南郊的东丽汽车贸易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整车进出口的企业，小山良介就是幕后老板。张紫薇的声音轻柔，哪怕隔着话筒传来，也仍旧犹如春风拂面，听起来很舒服，完全分辨不出来真实年纪。那想必这个就是披着贸易外衣的人口拐卖集团了。苏无忌说道：紫薇阿姨，谢谢您。张紫薇轻笑道：无忌，我知道以你的能力不用跟我打电话也能搞定此事，但你还是找我帮忙，我很高兴你这紧要时候还能想起阿姨来。这话语里带着清晰的宠爱。苏无忌笑道：都怪我爸，以前他三令五申让我不要找你们出手帮忙。
你别信他的，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他那一套吃苦教育早就过时了。张紫薇说道。我把联系人发到你手机上了，多注意安全，有空常来宁海找阿姨坐坐。多谢紫薇阿姨，还是你最人美心善。苏无忌这张嘴也是够会哄人开心的。挂断电话，苏无忌说道：看看去这家贸易公司的距离有多远？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车程，希望许家烟坚持住。肖英磊说道。苏无忌看了看时速表，提速1倍。肖英磊聚精会神，右脚猛然把油门往最深处踩了下去。在通往南郊开发区的高架桥上，这台车的时速已经拉升到了180公里。东丽汽车贸易公司。大门打开，一台丰田埃尔法缓缓开了进来。这台售价100万的商务车，在东丽公司的大院停车场中毫不起眼，因为这儿起码停着超过100台的埃尔法和威尔法。许家烟坐在后排，发出了一条消息，内容是：瑞特森，我按照你的要求已经进入了东丽贸易公司，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他显然是处于被那位 S 级调查官遥控指挥的状态中。乔装打扮出了南郊的公交总站之后，许家烟就上了这台在他面前停下的商务车。任务期间，他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了家里，屏蔽了外界的一切联系。而现在和瑞特森联系的手机，则是后者专门在车上留给他的。身为营月杀手，许家烟当然不是爱心泛滥的傻子，他并不会因为一只小猫被人抓走而受他人摆布。这次之所以答应配合瑞特森的要求，主要是因为这个小山良介正好是营月的刺杀目标。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同僚陈曦已经被杜卡罗组织活捉了。不过即便许家烟知道，也不会因此而太过紧张。营月的杀手都是和保障官、联络官单线联系，杀手彼此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此时许家烟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漂亮的官职小姐，我就在你前面。许家烟看了看那司机，后者摘掉了帽子和口罩，露出了一张白人的脸，典型的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戴着黑框眼镜，胡子没刮干净。光从外表上看，倒是像个家境优渥的技术宅。你好，官职小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瑞特森，来自于北欧，曾经服役于米国中情局，后来跳槽到了黑水安保公司，现在被雷蒙情报局高薪聘请。许家烟摘下了脸上的墨镜。我的猫呢？瑞特森说道。放心，我把那只小猫咪照顾得很好，它已经适应了在我家里的生活了。许家烟说道。今天的事情结束之后，你就把小猫给我送回去。瑞特森咧嘴笑道。官职小姐，怎么不问问我是怎么发现你住在哪里的？许家烟说道。没必要，因为从你这种调查官的嘴巴里，基本上问不出真话来。S 级调查官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既然官职小姐没兴趣知道，那我们还是说正事吧。瑞特森说道。我知道，你们营月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小山良介。你知道的还真多。许家烟冷笑道。我现在很怀疑，营月组织内部是不是有联络官或者任务官背叛了。我是推断出来的，毕竟关于一些人口拐卖的信息，我这个专门搜集情报的，可能比你们营月所掌握的还要多一些。瑞特森继续说道。而这个东丽贸易公司，就是借着东洋车进口和华夏车出口的机会，把从东洋拐卖的女孩送到华夏，同时把华夏的姑娘送到东洋和东南亚。许家烟说道。你不用说出这些我已经知道的信息。
他面无表情，语气冷淡，主要因为现在还无法判断出来这个瑞特森到底是敌是友。瑞特森说道：官职小姐好像对我很不信任。我为什么要信任一个进了我家的小偷？而且雷蒙情报局不是已经和杜卡罗猎狗合作了吗？雷蒙情报局内部也分派系，我是不会和杜卡罗这种没人性的组织合作的。之所以想和官职小姐配合，主要是因为……瑞特森顿了顿，说道：我要打掉小山良介的人口拐卖集团，替我的初恋女友复仇。许家烟眉头微皱，我的初恋女友是东洋人，和我分手之后就进入了小山良介的公司工作，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肮脏内在。直到1年后，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内容只有一个词：救我。许家烟的手掌微微一紧。然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我再也没见过他。瑞特森说道。所以我才这几年会选择把调查重心放在亚洲，实则是为了调查小山良介，越是调查越是触目惊心。许家烟淡淡说道。我对你保留信任。瑞特森看着几人向自己的车子走来，于是迅速说道：调查情报方面你不如我，而在如何让人消失的技巧上，我远不如你。许家烟说道。这里防御森严，我今天不会出手。早在车子开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整个厂区的人员布置收入眼底。这个东丽公司占地300亩以上，只有2处作为室内停车场的厂房，以及1栋办公楼，剩下的全部空地都作为露天停车场。而公司的巡逻保安全部是孔武有力的壮年男性。许家烟对这种高级保镖的眼神和气质太熟悉了，只是扫了一眼便看出来他们训练有素，身上甚至可能藏有真家伙。在停车场的那一大片埃尔法里，许家烟也隐约看到了几个藏于其中的身影，居然还是隐蔽的暗哨。在宁海还能这么猖狂？许家烟轻轻摇了摇头，心中道：这要是没有内应，简直见鬼了。随后他问向瑞特森：你的车子怎么能顺顺利利地开进来？瑞特森咧嘴一笑：我是今天的买家之一，已经提前交了20万华夏币的保证金。许家烟的眼光狠狠一凛：今天这里就要发生人口交易。瑞特森戴上口罩和帽子，和许家烟一起下了车。后者重新把墨镜戴上，遮住了波动的眼神。作为一个曾经被拐卖过的孩子，得知自己马上就要接触到人口买卖的犯罪现场，许家烟的心情很难在短时间内平静。山姆先生，艾米丽小姐，欢迎你们。一名穿着灰色西装的男子走上前来，毕恭毕敬地说道。显然在交定金的时候，瑞特森已经帮许家烟随便取了个英文名字，完成了宾客登记。灰西装男子用英语说道：我叫米仓野寻，负责今天的接待工作。他的个子不高，干瘦的，身材完全撑不起身上的宽松西装，但是行进间的脚步明显很稳。许家烟的目光透过墨镜，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多看了几眼。瑞特森说道：我要的那个女孩准备好了吗？已经梳洗完毕，只要山姆先生当面看过之后觉得满意，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了。米仓野寻微笑道。这时候又有几台车子陆续驶进了厂区，显然都是今天的买家。瑞特森又问道：这个女孩的华夏身份怎么安排？米仓野寻眼睛里的光芒一闪：那得靠您自己了。如果在东南亚或者是在东洋，我们可以提供身份服务，但是在华夏，很抱歉，
我们必须慎重，避免引起官方关注。其实，能来这里的买家都是神通广大，早就安排好了后路，基本不会问出怎么安排身份的问题。许家烟看到了米仓野寻眼里闪过的那道光，露出了一个优雅的微笑，道：山姆，你太不了解华夏了，想要安排一个合法身份，真是再容易不过了。只要找对了人，哪怕是落户首都，也很简单。米仓野寻微笑道：艾米丽小姐说得对。随后他的目光在两人的身上逡巡了一下，又问道：请问山姆先生和艾米丽小姐的关系是？毕竟这两人表现得完全不像情侣。许家烟扶了扶墨镜，盯着米仓野寻看了看，冷淡回应：你们这是在打听隐私，我可以拒绝回答。米仓野寻仍旧面带微笑，但是语气却锋利了一些。艾米丽小姐也许是第一次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如果您不作答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请您和山姆先生立刻退出这场交易。瑞特森立刻说道：我们啊，是有着共同爱好的亲密朋友，经常一起玩。至于是哪种共同爱好，我想米仓先生你肯定非常明白。米仓野寻咧嘴笑道：原来是这样，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有相同的爱好。瑞特森立刻接住话头，语气严肃：但我必须要保证，我的那一个没有被人碰过。米仓野寻说道：绝对没人碰过，这女孩的父母都是教师，家教极好。瑞特森问道：11岁，对吧？米仓野寻的笑容浓郁了一些。是的，11岁，昨天第一次来例假。这种初潮对于有些客户来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醇酿。许家烟的心中泛起阵阵恶心的感觉，强忍着才没吐出来。他已经计划着记住所有买家的模样，事后调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逐个找上门去。进了那改装成停车场的厂房，许家烟的手心微微沁出了汗水。门后面站着4名东洋安保，腰间全部别着手枪。米仓野寻直白地说道：厂区里有多处检测器，任何买家身上携带的拍摄设备也都会被提前检测出来。许家烟问道：如果有人偷偷录像会怎么办？米仓野寻微笑：会死。许家烟扶了扶墨镜：可这里是华夏。米仓野寻指了指脚下：但这儿是东洋人的东丽公司。许家烟冷淡道：你们东洋人就是这样，看起来彬彬有礼，实际上都是笑里藏刀。米仓野寻仍旧报之以微笑：艾米丽小姐说得对。不过许家烟并没能如愿见到其他买家，每一个买家都是被单独接待的。这东丽公司对于客户的隐私保护得很好，他们被引到了一处面积足有100平方的包厢里，包厢前端是一面玻璃墙，一个身高不足1.4米的娇小女孩正柔弱无助地站在玻璃的那一侧，穿着公主裙和白色长袜。她的长相清秀，眼睛红肿，显然已经哭过了不知多少场。瑞特森很满意的点点头：转个圈，我看看。米仓野寻按下了一个按钮，这小姑娘脚底下的转盘便开始了缓缓转动，开始全方位的展示，而她则是一动也不敢动，除了控制不住的瑟瑟发抖，什么都做不了。显然在被绑架的这些天里，这小姑娘已经遭遇到了无数的恐吓威胁。许家烟看着此景，心中的愤恨情绪已经奔涌到了极点。这个东洋小姑娘的遭遇让许家烟联想到了自己。她被拐卖的时候只有4岁，
虽然有记忆，但是对于痛苦的感知肯定不如这11岁的女孩强烈。如果不被解救的话，这女孩的余生都将生活在无穷的痛苦之中。亲眼所见人口拐卖所形成的冲击力比新闻上要强得多了。叫什么名字来着？许家烟努力用平静的语调问道。千代普优子。米仓野寻又说道。我们都检查过了，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残缺，皮肤细腻如玉，被委员会评定为1级商品。许家烟的心脏又是为之一惊，他忍不住地问了一句：等买到了手，是死是活你们也就不管了，对不对？米仓野寻的笑容浓郁了一些。当然，当您玩腻了商品之后，究竟是扔到海里还是转手卖掉都可以的，一切都按照您的要求来。顿了顿，米仓野寻说道。当然，为了减少客户的麻烦，我们也可以回收商品，只不过回收价格要比您的购买价格低很多。许家烟的胃部在翻涌，那股愤怒的情绪让他血冲脑门，浑身不适。付钱带他走吧。许家烟说道。在他看来，起码今天也能用钱解救一个。瑞特森说道。尾款都在我车子的后备箱里，你们派人去拿。说着，他把埃尔法的车钥匙抛给了米仓野寻。米仓野寻把钥匙交给手下，随后说道：毕竟山姆先生是和我们第一次交易，为了增强我们的彼此信任，除了付款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流程没有走完。什么流程？许家烟的心中升起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米仓野寻拍了拍手，那玻璃房里的大转盘缓缓升了起来，升高到了1米多便停止了，赫然是一张大圆床。请山姆先生和艾米丽小姐就在这儿把千代普优子享用了吧。米仓野寻微笑着说道。许家烟那墨镜后的眼光陡然间变得凌厉了起来。瑞特森则是说道：没这个必要吧，我不喜欢留下这种影像证据。显然这个 S 级调查官的情报工作也没做到位，他根本不知道第一次交易还需要当面干这事儿。米仓野寻说道：二位请放心，我们不进行任何录像，只是用眼睛看看就可以，因为这是增强我们彼此信任的最重要环节。许家烟冷冷说道：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米仓野寻微笑道：那就得问我们老板了，他如果不让二位走出去，2位今天就没法离开这儿了。这时候，一个矮个子的平头男人打开了后门走了进来，他就是小山良介。山姆先生，艾米丽小姐，你们登记都用了假名字，我们怎么确定你们是不是真的要买人？小山良介微微一笑，这是每一个客户第一次来采购的必备流程，当然也怪我没有事先跟你们说好。许家烟冷冷说道：那我们走，不买了。那可不行。小山良介仍旧面带微笑道：万一你们在走出去之后把我们出卖了怎么办？随后他又说道：米仓野寻，你来继续为山姆先生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理念，我去看看其他的客户们是否满意。小山良介说完便走了出去。许家烟估算了一下双方的战斗力，除了米仓野寻之外，房间里还有2个人，身上应该都有手枪。而这时候，厂房外面的挖掘机和钻孔机忽然开始施工了，巨大的噪声响起。许家烟立刻明白，搞出这么大的噪声是要准备掩盖随时会响起的枪声。
东洋人准备动手了。他冷笑道：你们的准备还真是够充分的呢。米仓野寻的目光在许家烟和瑞特森的脸上来回逡巡着，也不催促，微笑等待。然而这时候他的对讲机里忽然传出了东洋语：袭击，外围安保2组遭到袭击，全员失联。2组有6个人，居然全没了。米仓野寻对房间里的2个手下吼道：看好这2个买家。说完他便快步朝外面跑去。这是东丽贸易公司从未遭遇过的巨大危机。房间里现在只剩下2个东洋安保了，他们也不断撩起窗帘往窗外看，心思根本不在2个买家身上。然而一名安保撩开窗帘，刚看了2秒钟，他的脑袋之上就炸开了一朵血花。他的身体控制不住的猛然一摔，栽倒在地，鲜血和脑浆流得满地都是。许家烟的反应极快，第一时间捡起了这名安保的枪，连续扣动扳机。3发子弹全部命中了另一名东洋安保的胸口。瑞特森说道：你来保护那个小女孩，我出去看看。有狙击手，有狙击手。米仓野寻大声喊着，整个厂区乱作一团。他才刚刚出门，赫然看到一个从自己身前跑过去的手下直接被一枪打透了肚子。也不知道许家烟这个蠢女人在不在里面。苏无忌说着继续扣动扳机。肖英磊在一旁举着望远镜，看到又有一朵血花溅起，他说道：老板，第11个了。苏无忌和肖英磊赶来之后，才刚刚在对面的厂房顶上趴下来观察，就见到有成年男子紧紧搂着被绑住双手的小女孩往车上走去。小女孩一直在反抗，还不停地遭受毒打。于是苏无忌毫不犹豫直接开火。这种时候真相就在眼前，完全没有任何心慈手软的必要。在连续射击之下，他这一把狙击枪已经压制着那些东洋人不敢露头了。这些胆大包天的东洋人打死也不会想到，在宁海的开发区里，居然有人敢动用这种大杀器。有好几个面部包裹严实的买家也都被当场击毙。苏无忌忽然喊道：许家烟这个蠢女人果然在。因为他已经从瞄准镜看到，在自己刚刚打碎的那扇窗户前，许家烟已经抱着一个小女孩，主动拉开了窗帘，摆了几下手。他很聪明，这就是在向自己人示意。你来远程盯着。苏无忌站起身，杀气腾腾地喊道：我杀进去。肖英磊接过狙击枪：老板小心。苏无忌跳下了对面厂房，直接发动车子迂回到了东丽公司的侧面。此时许家烟抱着小女孩还躲在那间房里，并没有贸然往外冲，不然的话他的后背就要暴露在这些东洋人的枪口之下了。此时那2个厂房之中已经是一片纷乱。小山良介喊道：带走所有商品，暂停所有交易，立刻撤离，立刻撤离。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们这摊子跨境贸易的生意怕是要彻底黄了。米仓野寻拎着一把手枪冲到了许家烟所在的房间门口。许家烟早有准备，连续2枪打了过去。没想到这米仓野寻的预判极强，早在许家烟刚刚做出开枪动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就地一滚，速度极快。许家烟的2发子弹都没有打中，而米仓野寻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许家烟立刻抱着千代普优子在地上翻滚躲避，米仓野寻也就开了一枪。
他怕误伤打死了那个还能卖钱的女孩，于是把枪支一扔，朝着许家烟扑了过去。许家烟翻滚之后，还没来得及起身，身后便传来了凌厉的劲风。他几乎是本能的一偏头，吭！米仓野寻攥着一把短刀，刀锋直接插进了墙里。如果不是许家烟躲得快，他的脑袋都要被一刀捅穿。仔细一看，那插进墙里的可不是短刀，而是手里剑。许家烟惊呼道：“你是东洋忍者？”怪不得一见到这个米仓野寻的时候，他就觉得此人虽然干瘦，但步伐极稳，绝对是练家子。只是当时的许家烟并没有把他往东洋忍者的方向上去联想。许家烟的反应也是极快，在对方还没来得及把手里剑从墙上拔出来的时候，他直接一脚抬起，狠狠踢向对方小腹之下的关键位置。然而米仓野寻的左手一抖，另一把手里剑从袖口落至掌心，直接扎向了许家烟的小腿。如果许家烟坚持踢出这一脚，那么他的小腿骨一定会被直接贯穿。在这一刻，许家烟只能选择放弃攻击，把腿硬生生收了回来，往后面翻了个跟头，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对方的一刀。米仓野寻在看到许家烟露出这身手之后，冷冷说道：“果然，今天就是你们搞的鬼，你们死定了。”说完，他的两把手里剑高高举起，再度扑向许家烟。别看这家伙身材干瘦，可这一扑出去，犹如饿虎扑食，极有威势。此刻的许家烟已经被迫退到了墙角，身后就是厚厚的玻璃墙，看起来已经没有了闪避空间。似乎下一秒他的身体就要被锋利的手里剑扎透。可是米仓野寻并没能扑到许家烟的身上，他的身形一反惯性的在空中狠狠一停顿，因为一个身影犹如鬼魅闪现一般出现在了米仓野寻的身后，抓住了他的脚踝。许家烟的眼睛一亮，苏无忌。没错，这时候从厂区侧面迂回过来的苏无忌终于杀到了。他抓着米仓野寻，腰部发力，猛然一抡，轰！这个东洋忍者便被狠狠地砸在了地上，鼻子都扁了下去，满脸都是鲜血。苏无忌身形一拧，将米仓野寻再度抡起来，继续砸，后脑勺着地，那脑壳和地面接触所发出来的闷响，简直让人心颤。砰砰砰！苏无忌接连砸了好几下，直到这个米仓野寻的脑壳都完全变了形，才停了手。然而许家烟还觉得不解气，捡起地上的枪，又往米仓野寻的心脏位置连续射击，清空了弹匣。这些家伙死1万次都不多。许家烟说着，转向苏无忌，眼光简直透出了一股拉丝的感觉。你每次都这样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我面前，你知道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惊喜吗？迎着许家烟那惊喜无限的眼光，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以后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必须告诉我。”许家烟重重点头，眼睛里有着晶莹的光芒在闪动。他刚刚即便不是必死之境，也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起码身中2刀是难免的。这种时候，苏无忌从天而降，无疑已经对他的心理造成极强的冲击。只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许家烟本身的气质使然，他这哪怕是感动的眼光，也让人觉得撩拨意味极强。现在外面的车子已经被发动了不少，尤其是厂区后院更是如此。由于今天是交易现场，
东丽贸易公司在这个厂区留的人手起码上百个，他们现在已经准备撤退了。苏无忌掏出手枪往外看了看，随后扭头对许家烟喊道：你就在这里躲着。现在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已经没有杀手在光顾了，小山良介正带着手下全面撤离。哇！许家烟本想说要和苏无忌一起并肩作战，但看了看被搂在怀里的千代普优子，只能说道：你注意安全。苏无忌看了看那还没成年的女孩子，转身冲出去了。对面还有近百人，他一个人自然无法全部挡住，但能每多留住一人都是胜利。肖英磊的声音在苏无忌的通讯器中响起：老板，我们从林州调来的人马还有5分钟就能到了，先头部队一共20人。苏无忌喊道：好，从现在开始，如果有哪台车子启动，你就直接射击。由于时间紧张，肖英磊已经没法更换更合适的狙击位了。从他的位置看过去，后院的一大片视野都被2个厂房挡住了。是老板。肖英磊只能尽己所能地瞄准后院视野之内的车子，只要有人上去，立刻就挨上一枪。小山良介现在恼火之极，急得团团转。他们这100来号人，其实手里就20-30支手枪，论起射击的精准度，根本没法和对面厂房上的那个狙击手相比。他们能看到对方的射击位置，但就是打不到。所有商品都上车了吧？小山良介很谨慎地站在厂房的墙壁后面，大声喊道：这个位置完全处于肖英磊的狙击死角。老板漏了4个。这4个女孩除了千代普优子之外，还有3个是被苏无忌一开始就开枪解救了的。不过那3个丫头到现在还吓得趴在外面不敢乱动，其中有1个已经被身边的爆头尸体吓得晕了过去。该死！小山良介怒骂道。这一趟他损失惨重。然而他才刚刚骂完，就传来了一声枪响。砰！刚刚跟小山良介对话的那个手下被一发子弹打爆了脑袋，正是苏无忌在20米之外开的枪。当他射击完成之后，身形已经闪到了厂房的后门边上了。20米的距离几乎是一扑即到。小山良介居然也是有点身手的，他第一时间后撤，虽然踉跄了好几步，却也躲开了苏无忌的攻击。苏无忌本想上抢一步扣住对方，可这时候连续几枚手里剑朝着他射了过来。又是一个忍者，这攻击很是精准，苏无忌只能翻滚躲开。叮叮叮叮，那4枚手里剑全部钉进了地面，足可见其中蕴含着多强的力道。老板，你先走。一道身影扑了过来，刚刚的那4枚手里剑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这水平在忍者里起码得是个高阶中人，实力不在之前的米仓也寻之下。小山良介趁此机会朝着一台商务车跑了过去，然而小山良介才刚刚关上车门，便赫然看到那名高阶中人已经倒在了地上，身体还在失控般的不断抽搐着。苏无忌握着一枚手里剑，直接深深插到了他的眼睛里。这个忍者到死都没弄明白，他腰间的武器是怎么跑到苏无忌的手里去的。2人再交手1个回合，这个华夏的年轻男人便以碾压之势，雷霆闪电般的拿走了他的性命。小山良介狠狠一哆嗦，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能够秒杀高阶中人，这个华夏年轻男人的实力得强到什么样子？快走，快走！他一边盯着苏无忌，一边拍打着司机的座椅靠背，怒骂道：再不走，我们都得死在这儿。然而紧接着，小山良介却很意外地发现，苏无忌居然没有再追，而是双手抱胸，靠着厂房的墙壁，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根烟，叼在嘴上，看起来悠哉悠哉。这显然不该是这种时候应该出现的状态。小山良介大感不妙，立刻扭头向厂区外面看去。老板，我们走不掉了。司机也看着外面，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在厂区后面的公路上，密密麻麻驶来了好几排黑色商务车，这些车子把路都塞满了，起码上百台。而这些商务车的车身上都统一喷涂着4个大字：青龙集团。啃老的感觉真好啊！苏无忌看着密密麻麻的车队，感慨着说道：如果不是自己老爸天天瞎折腾，非要布置那么多的任务来锻炼他，苏无忌觉得现在自己肯定是个躺平的二世祖，每天喝酒跳舞打麻将，在女人堆里当个纨绔子弟，不亦乐乎。不想当纨绔，就想当纨绔。这时候，那100多台商务车的车门齐齐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堆气势汹汹的男人。他们全都穿着黑色衬衫，手里拿着甩棍和短刀。每台车能坐7个人，这一下就是将近1000人了。宁海的灰色地带大概已经有20年没有发生如此的大规模冲突了。看到这人海战术，小山良介真的慌了。毕竟对面就算一人指出一拳，都能把他们砸成肉泥了。快点掉头！小山良介喊道：从正门冲出去！毕竟堵住正门只有一把狙击枪，就算是那狙击手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光，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留下。然而司机才刚刚调转了方向，立刻狠狠踩下了刹车。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老板，正面比后面还多。此刻在厂区正门的双向8车道已经被车子填满了，起码2-3千人从正面密密麻麻地将厂区彻底包围，无路可逃。在短暂的慌乱过后，小山良介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狠辣之意。他吼道：东洋勇士宁死不降，给我上！说罢，他率先打开车门，拎着一把东洋武士长刀冲了出去。这个贸易公司的老板居然有着武士背景。其他东洋人也纷纷响应，长刀接连出鞘。然而这时候，上百道身影已经越过围墙扑了过来。这些全是青龙集团安保部的超级精锐。这些年来，哪怕青龙帮已经转型洗白，但是对于武力方面也一直是极为重视。集团常年花巨资来培养自己的精锐队伍，甚至这10年来，青龙集团已经高调涉足境内外的安保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仅仅是第1轮交锋而已，小山良介的上百个手下就起码倒下了一半。更多的青龙打手们则是直接涌进了大门，犹如临安江里奔涌的怒潮，瞬间就将剩下的东洋人淹没了。这时候，3架直升机已经从灵州方向飞抵宁海。全副武装的江晚星从直升机上看着下方那密密麻麻的场景，不禁觉得有些头皮发麻。这里可是宁海啊！他难以置信地说道：就这规模，非洲很多国家的部族战争都远远比不上吧。他身在绝密作训处，
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处理一些涉外安全事务。但江少校又怎么会想到，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灰色地带的争斗居然能到这种程度，太不真实了。看着下方的茫茫人海，一时间3架特勤组直升机的飞行员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该去攻击谁了。江晚星并未贸然降落，他一边举着望远镜看着下方，一边给苏无忌打了个电话。你人在哪儿呢？苏无忌的周围无比嘈杂。正在菜市场买菜呢，周围有点吵，听不太清楚。砰！话音未落，苏无忌抬起脚来，把一个往他这边逃过来的东洋人当场踹飞出去。后者胸腔凹陷，脑袋歪向一旁，鲜血不断从嘴巴里涌出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得成。江晚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在菜市场还能打架？你这一脚踹得挺有劲儿啊！苏无忌，哼！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我在你上面。苏无忌，我身上没人啊！江晚星咬牙切齿：你占我便宜！苏无忌抬头看着天上的直升机，咧嘴一笑：你大老远的赶来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只能以身相许了。晚上洗完澡等你啊！说话间，他又是一抬手，揪着一名东洋安保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狠狠撞向厂房墙壁。直升机的高度已然降低，望远镜里，江晚星把苏无忌的动作尽收眼底。听着电话那边脑袋撞击墙壁的闷响声，他无奈地说道：我看我就是自作多情，明明你自己就能把事情全部搞定，我还非得来帮忙。此刻在江晚星的心里面，感慨与好奇交织着。他还年轻，并不了解青龙集团曾经的辉煌，所以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海，江晚星觉得苏无忌的身份背景简直深不可测。越是想要探寻他的真面目，越是会发现这个男人的身上有着一重又一重的神秘面纱。揭开一层，你以为已经了解了他，却发现下面还有无数层。苏无忌把满头是血的东洋人随手丢掉，咧嘴一笑：你可不是自作多情，毕竟这次闹出了这么大动静，还得让特勤组帮我擦屁股呢。江晚星差点无语：总是让我帮你擦屁股，你什么时候能帮我擦擦屁股？上次抓捕分解的时候，苏无忌动用狙击枪一事，事后就被临江特勤组担了下来。但这一次，下面这汹涌的人海战术，还要自己来擦屁股。江少校都不知道事后的结案报告应该怎么写。苏无忌一愣，随后立刻斩钉截铁地说道：那你下次来大姨妈的时候记得叫我。江晚星这才发现自己刚刚那句话里的歧义，俏脸瞬间热了起来。他扭头看看周围特勤组的同僚们，发现其他人都在用怪异的眼光看着自己。显然江晚星那句容易引起误会的话，全都被周围人听到了。此刻江少校简直想要直接跳下去了。他的俏脸瞬间红透，咬着牙小声说道：再占我便宜你就死定了，快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苏无忌说道：事后借你直升机用用，据我推测，我们8成得去一趟公海。江晚星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的直升机去不了公海，临江特勤组也不能在未审批的前提下出境执行任务，我甚至都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他嘴上虽然在拒绝，可思维上却已经第一时间想着该怎么帮苏无忌把这次事儿给圆了。这是个东洋的大型人口拐卖集团，今天正在进行女孩买卖，等下再聊，我抓个人。苏无忌挂断了电话，身形陡然加速，一跃而起，
直接冲进了人海里。因为他看到了小山良介的身影，这拐卖集团头子的真正实力居然不在那个中人米仓野寻之下。他的身上挨了好几下甩棍，但手里的武士长刀起码已经砍伤了10余人。一个披着贸易外衣的拐卖集团居然出现了大量东洋武士和忍者的身影，这绝对不正常。我要杀光你们！小山良介大吼着，已经杀红了眼。然而紧接着他便感觉到身体剧痛，小山良介的身体狠狠挺直，发出来一道不似人腔的惨叫。啊！因为2把手里剑正插在他后腰的肾脏位置，2只腰子同时被贯穿，那种疼痛简直波及灵魂。然而苏无忌的动作未停，他的2只手仍旧握着手里剑，狠狠一拧。可怜小山良介的那2只腰子直接被绞得血肉模糊，鲜血混合着肾脏碎片从后腰的2个血窟窿里汩汩涌出。剧烈的疼痛让他完全失去了站立的力量，控制不住地扑倒在地。可饶是这般，小山良介还挣扎着向前爬去。苏无忌捡起地上的武士长刀，刷刷2下，直接斩断了小山良介左右脚的跟腱。小山良介疼得大吼，他翻过身来，想要用手掐断自己的脖子。然而苏无忌已经站到了他的正面。小山良介只看到刀光一闪，随后感觉到自己的脖子上被喷满了鲜血。当温热的鲜血流到胸口，剧烈的疼痛才传递到脑海中来。小山良介赫然看到自己的左右手皆是齐腕而断。做了这么多恶，要是让你就这么死了，岂不是太便宜你了？苏无忌冷笑道。小山良介的眼睛里仍旧充满了怨毒与恨意。你们华夏的所有女人都该被我卖到妓院里去。唰，刀光一闪，那把武士长刀已经钉入了地面。小山良介的身体狠狠一颤，他的裤裆位置已经变得一片血红了。苏无忌冷冷说道：就冲你这句话，阉女10次都不多。小山良介受了这种伤势，居然还在嘴硬。就算是我死了，我们组织依然存在，你们的女人也仍旧会被源源不断的卖往国外。苏无忌这次没有再动手，他凑近了，冷淡说道：你放心，在你死掉之前，我会让你看到你们组织被连根拔起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苏无忌此刻的表情让小山良介感觉到有些惊恐，似乎这个男人真的能说到做到。你一定不会成功的，你会死得很惨。他咬着牙说道。苏无忌没有再理小山良介，而是一脚踩在他的脸上，抬起手来，对着天空上的直升机招了招手。江晚星见状命令道：全部降落。他一直举着望远镜，把苏无忌的所有动作尽收眼底。对方削断小山良介脚筋和双手的动作显得无比娴熟精准，显然绝对不可能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哼，信不信我把你也抓了？江晚星轻轻哼了一声，真是个暴力分子。不过下一秒他的眼光便骤然凝缩，忍不住地说了一句：我就多余来。因为一个身材妖娆的性感女人忽然出现在了望远镜的视野里。她牵着一个小姑娘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一把揽过对方的脖子，红唇直接印了上去。你这女人怎么还非礼呢？在许家烟搂住苏无忌脖子的那一刻，后者连忙挣脱，但脸上还是被擦出了一道红色唇印。没办法，
人家现在的心情实在是太好了。许家烟挽着苏无忌的胳膊，胸口挤得紧紧的。的确，小山良介被铲除，意味着银月完成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许家烟自己又被苏无忌在关键时刻救下来，心情简直要飞起来了。这个女人调整情绪的速度极快，此时大获全胜，之前的愤懑心情似乎全都烟消云散。快松开，快松开，让别人看到了可不好。苏无忌仿佛感觉到两道不太友善的冰冷眼光从天上射下来，连忙往外抽胳膊。只是他刚刚抽出来一点，就被许家烟拽回去，再抽再拽，两人不停地拉锯，看起来就像是磨来蹭去。直升机在距离地面还有好几米的时候，全副武装的江晚星就直接跳下来了。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一对狗男女在那里你侬我侬了。怀抱着突击步枪，江晚星走到了苏无忌和许家烟的面前，抬起了头盔面罩，上下打量了一下许家烟，又扭头看向苏无忌脸上的唇印，问道：这漂亮姑娘是谁？嫌疑人？许家烟和江晚星虽然都在那一晚面对过度卡罗的猎狗，但事实上还没打过照面。虽然江晚星此时只露出了眉眼，但那股的飒飒英气还是毫无保留地散发出来，和一旁的许家烟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家烟的嘴巴倒是挺甜的。这位军官姐姐，你在问我吗？江晚星看都没看他，而是看着苏无忌，眼睛里明显有着恼火和不爽。我在问他。这是个女流氓，刚刚救了一个被拐卖来的东洋小女孩。苏无忌拍了拍许家烟的肩膀，说道：虽然人下流了一点，但勉强算是个好人。许家烟跺了跺脚，嗔道：乱讲我那是下流吗？就算是，人家也只对你下流过。许家烟的妩媚意味实在是太足了，江晚星有点受不了他身上的这一股骚劲儿，但看了看对方身上的尘土，已经大概猜到他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苏无忌身边的人身份就没有一个简单的。于是江晚星对许家烟说道：你先去休息，我先审一审其他人，回头再找你问问情况。不爽归不爽，可江少校从来也不是不分场合不讲道理的人。许家烟妩媚一笑：是军官姐姐，姐姐真是善解人意。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别一口一个姐姐喊着那么甜，人家不一定比你大。许家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哦，那倒是有可能。听着这对话，江晚星感觉到自己的鼻孔都要气得冒烟了。自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是图什么？找气生吗？凡是还能喘气的，全部就地分开审。江晚星看向特勤组，冷冷说道：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在逃的嫌疑人。就事论事，江少校确实是有点火大。在宁海的地界上，居然让这么一个东洋人口拐卖集团潜伏了那么久，这就是宁海特勤组的严重失职。苏无忌指了指满身是血的小山良介：只要撬开这家伙的嘴就行了。江晚星说道：好，就审他。随后他看了一眼苏无忌：你过来和我一起审。苏无忌说道：我怕我审问的时候下手太重了，事后万一上面要处分你怎么办？江晚星直截了当，干脆利索地说道：你负责撬开他的嘴，死活不论，审讯报告我来写，所有责任我来担。你只管干，责任我担。哼！苏无忌直接把小山良介从地上拖了起来。许家烟看着他们俩的背影，撅了撅嘴，自言自语：什么一起审，还不就是不想让我趁机接近无忌？不过这军官姐姐是真的很飒，简直是男女通杀，
鸡圈天菜呀！紧接着，他的眉头便是狠狠一皱。不对，瑞特森哪去了？从双方交火之后，瑞特森就冲出去了，现在也不见踪影。堂堂 S 级调查官，总不能是被打死了吧？许家烟有些疑惑，随后开始一处处查看尸体，但把所有死者都翻遍了，也没看到瑞特森人在哪儿。紧接着，许家烟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这手机还是瑞特森给他的。这消息的内容是：这次配合愉快，期待下次见面，千万不要透露我的任何消息。你的猫还在我手上，相信你会照办的。呵呵，谁照办谁傻子。许家烟这次可没打算再被牵着鼻子走，他拿着手机站在原地思索着，妩媚之意尽数从眼中褪去，丝丝凛冽已经从那双眸子里散发了出来。此时小山良介已经被拖进了厂房里，他浑身剧痛，眉头紧皱，紧紧闭着眼睛，似乎已经打定主意不愿意开口。苏无忌将2把手里剑从他的后腰处拔了出来，鲜血再度汩汩涌出。我看是审了，你要不要回避一下？苏无忌说道。接下来的场面可能会比较血腥。我不用回避，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江晚星看了看手表，说道。对了，临江特勤组和宁海特勤组已经全部集合，我会尽全力配合你接下来的行动。苏无忌说道。他真是太喜欢江晚星身上的这股劲了。江晚星接着说道。我不干涉你的行为，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说我一定办到。苏无忌感觉到了这话语里的郑重。江晚星直视着苏无忌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不要总是独自行动，请把我当成你可信赖的战友。当然。苏无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他能与龙清河一战的部位，随后咧嘴一笑。我们其实可以不只是战友。还能是什么友？江晚星以为苏无忌要说的是女朋友，于是推了他一下。撩妹也不看看场合，你自己审吧。说完，他便转身走了出去，耳垂有点微热。出了门，江晚星给处长打了个电话。头发现东洋拐卖集团，我要申请特勤组出境作战，时间未定，目的不详，敌情不清，你先把权限给我。江晚曦，你听听你讲的像人话吗？要出境作战，时间目的都还没定，敌情还不清楚，你现在连作战计划都没报上来，要那么早的作战权限干什么？处长没好气地说道。出问题了怎么办？江晚星说道。我不管，你立刻给我开权限，出问题了你来担。处长没好气地说道。我上辈子真是欠你家的，咱俩谁是谁的上司啊？然而江晚星都不等他说完，丢下一句：你快点啊，别耽误事。随后他直接把电话挂断了。10分钟之后，苏无忌便已经审完了小山良介，走了出来。在这10分钟之内，房间里的惨叫就没停过。审完了？江晚星有些意外。这么快？他给了苏无忌极大的自由度，根本没干涉是怎么审的，哪怕里面那个东洋人已经变得血肉模糊了。这审讯效率简直高到了极点。要是用传统的审讯方法，想要把那种被洗过脑的武士嘴巴撬开，说不定得熬上好几天。不过江晚星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一直很欣赏苏无忌的这种特事特办。在江晚星看来，苏无忌今天的表现已经越来越和那位传说之中的游侠暗影重合了。基本上掏的差不多了。苏无忌点点头。里面的人需要处理一下，我来联系宁海国安吧。
不用国安出面，我来处理吧。一个老男人的声音从旁边响起。苏无忌抬头一看，稍稍愣了一下。这男人看起来有5、60了，头发已经全白，用发胶做了细心的定型。脸上虽然有皱纹，但也有明显医美的痕迹。他的精神和身材看起来都很好，穿着双排扣西装，脖子上系着丝巾，手上还戴着理查德米勒腕表。一个精致又洋气的老男人。苏无忌觉得这男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后者走了过来，伸出了手。无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阳，以前青龙集团的董事长，和你老爸很熟悉。这是曾经宁海青龙帮的重要人物，张紫薇的前一任帮主，也是传说中的黑帮大佬。据说青龙帮在商业领域的洗白转型和这位李阳帮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年来，青龙集团在境内外安保业务的迅速发展，也是这位李董事长的决策。这一刻，苏无忌真的觉得不如躺平啃老算了。李伯伯你好，久仰大名。苏无忌说道。这次真是麻烦你们了。李阳说道。别客气，我也基本退休了，平时不管事儿，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不多，但在宁海还稍微有点关系。无忌，你要是再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联系我。那是肯定的。苏无忌微笑道。对了，里面那家伙就剩一口气了，用不着麻烦官方是绑石头沉江，还是直接弄死埋了，李伯伯决定吧。李阳一摆手。嗨，无忌你放心，往这方面渠道多，对付这种恶棍，干脆直接用破碎机理搅碎，再扔到水泥搅拌车里。你们当我不存在？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这俩人在若无其事地讨论杀人碎尸，把自己这少校军官都当成空气了。苏无忌咧嘴一笑。特事特办，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江晚星说了一句处长的台词，他忍了忍，又道：那你审问的结果怎么样？接下来怎么办？公海上有一艘船，是小山家族的海上大本营，目前应该还没得到这边的消息，正停在300公里之外。苏无忌问道：江少校敢不敢和我一起出海旅行一圈？江晚星的眼睛里迸发出了亮光，抬手一指外面道：机票都给你准备好了。随着他的这个动作，3架直负20的螺旋桨同时开始旋转起来。